16000人，可能就在你刷到这条视频的这几天里，整整16000个硅谷精英，他们刚把车停进洛帕克总部的地下车库，手里的冰美式还没喝上一口，就会瞬间发现自己的内部权限被前线注销。这相当于把好几个硅谷独角兽公司的所有员工打包捆在了一起，然后在 HR 的后台系统里面无表情地按下一键清除，说的就是 Meta。 就在这几天，路透社爆出核弹， Meta 内部正在酝酿一场波及近 1.6万人的大清洗，计划削减 20% 甚至更多的员工。按常理，这绝对是业务崩盘的信号，华尔街应该恐慌性抛售才对。但你猜怎么着？昨天消息传出的首个交易日， Meta 的股价盘前直接跳涨超过 3.2%， 摩根士丹利反手把目标价上调到825美元。这画面是不是极其的魔幻呢？一边是上万个中产家庭的生计在几秒内彻底的断档，另一边是资本市场的狂欢庆祝。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呢？都不是。在这场涨幅背后藏着一个极其冷酷的硅谷底层逻辑。扎克伯格不是没钱了，他只是下定决心要把发给这 1.6万个活生生人类的工资全部拿去烧给那些冷冰冰的英伟达 GPU。 今天这把野火烧到了 Meta 的白领身上，那明天下一个被端走饭碗的会是谁呢？先把这期视频收藏，我们直接开始。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聊技术八卦，资本从来不相信眼泪，我们来硬核的剥开3层洋葱，算几笔极其冷血的账。第一层，华尔街为什么对这场裁员欢天喜地呢？这场财务账背后藏着什么呢？第二层， Meta 的技术焦虑已经逼近了什么样的临界点呢？第三层，这场裁员真正在清洗的是什么呢？谁是燃料，谁又是真正的赢家呢？有朋友会说， Meta 官方发言人安迪斯通不是出来回应了吗？说这只是关于理论性方案的推测性报道。但凡你在大厂混过，就应该能精准翻译这种公关辞令。当一家巨头的高管开始用理论性探讨打太极，这事儿基本上就已经在 HR 的 Excel 死亡名单里躺好了。回想2022年底 Meta 那场效率之年，裁了 2.1万人，当时也是这么辟谣的。而且这根本不是 Meta 一家的动作，亚马逊冷血确认了 1.6万人裁员， Block 裁掉4000多名员工， Google、 微软都在极其隐秘的按部门滚动人员优化。这是一场波及整个全球科技金字塔顶端的集体大清洗。我们先来剥开第一层洋葱，华尔街的财务炼金术。在这里我们简单举个例子，开小饭馆，你雇了10个服务员，一年工资社保加起来100万，这100万在财务上叫 OPEX 运营成本。 OPEX 的致命弱点是持续流血，而且极其僵化。下个月没人吃饭了，这100万还得照发，而且人会累，会摸鱼，会要求涨工资。华尔街的投资人走过来支了一招，把这10个人全开除，省下100万，然后买一套价值500万的全自动 AI 后厨和服务员机器人。这500万的设备款叫 CAPEX 资本开支。神奇的财务魔法就在这里。按会计准则，500万机器人分5年折旧，每年折旧费刚好也是100万。你看，从利润表上看，省下的100万工资抵消了100万的折旧费，总利润数字表面上1分钱没少，但在资本的眼里，公司已经脱胎换骨了，机器人24小时无休，订单翻10倍，
也不用加人，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折旧费是非现金支出，还能抵扣企业所得税。更绝的是，机器人是实打实的资产，还会随软件升级不断升值。这就是 Meta 正在干的事情。到2028年 Meta 要砸6000亿美元建 AI 数据中心，钱从哪来呢？裁掉 1.6 万人，一年省下约50亿美金的纯工资支出，直接变成当期的利润，完美对冲算力折旧压力。扎克伯格这哪里是在裁员呢？这根本就是在杀人祭天呢！把臃肿部门的人力成本硬生生的转化成了购买下一代算力机型的硬通货。但建超级数据中心要几百上千亿， Meta 账上现金流也扛不住。这时候华尔街又教了一招 SPV 特殊目的实体表外融资。 Meta 在路易斯安那州建了耗电5G 瓦的 Hyperion 超级数据中心，自己只掏 20% 首付，约25亿美元，剩下 80% 通过私募巨头 Blue Owl Capital 发债向保险公司借。最骚的是，这近300亿的巨额债务完全不需要出现在 Meta 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既拿到了算力控制权，又保住了信用评级和自由现金流。左手裁员挤利润，右手杠杆囤算力，这在华尔街看来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戴维斯双杀。华尔街用真金白银把这种给碳基人类直接转换成硅基算力的冷血操作疯狂点赞。但你千万别认为 Meta 敢砍掉 1.6 万人是因为他们的 AI 已经天下无敌了，事实恰恰相反。当我们剥开第二层洋葱，你会发现 Meta 现在的技术焦虑已经逼近了爆炸的临界点。业内有多方交叉验证的内部消息流出， Meta 原本用来降维打击对手的超大杯模型，内部代号 Behemoth 巨兽的项目已经被迫踩了急刹车，甚至传言被直接连根砍掉了。原因是撞上了一堵极其恐怖的算力功耗墙，训练成本和最终得到的智力提升出现了极其不匹配的剪刀差。说白了，地主家的姨娘也撑不起这种无底洞式的试错了。现在全村的希望代号 Avocado 牛油果的新一代模型进度也是磕磕绊绊，远没有达到能瞬间甩开 OpenAI 和 Google 的压倒性优势。闭门造车遇到瓶颈了怎么办呢？对于兜里揣着1000亿美金的超级寡头来说，解法就一个字：抢。Meta 最近这半年的收购动作简直是饥不择食，斥巨资去抢购那些总共没几个人、商业化都没跑通的 AI 原生初创团队。就像最近传出 Meta 刚收购的 Notebook 项目，因为他们极度缺那种能直接解决特定 AI 工程难题的天才极客。在这种一旦输了就可能万劫不复的历史岔路口，小张看公司内部那几万名普通员工的眼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3层洋葱，也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那层，一场有大模型驱动的组织架构底层大清洗。过去10几年，硅谷大厂推进一个新项目，需要层层对齐颗粒度，一堆产品经理写没人认真看的需求文档，一堆项目管理专家天天在 Jira 上催进度，一帮初级程序员写毫无技术含量的接口代码，再加上一批外包人员跑机械除虫测试。这套金字塔架构养活了无数年薪20-30万美金的所谓中产精英。但今天这套低效的玩法彻底崩塌了。一个顶尖的资深架构师只需要加上几个高级 AI 账号就能把所有活干完。老板突然发现，我不需要那么多传话的监工，也不需要那么多复制粘贴开源代码的
初级搬砖人了。AI 没有改变好莱坞里的终结者，但它极其精准的在财务报表上清退了职场里那群中庸的执行层和只会传话的低效中层。但扎克伯格下这么狠的手，仅仅是为了省工资吗？那你就太小看这帮硅谷寡头的野心了。真正让这些巨头感到彻骨冰冷的，是在硅谷暗处正在涌现出一种极其恐怖的商业怪物。没有庞大的办公楼，没有层层汇报线，甚至连 HR 都没有，但能用几十个人创造出让传统大厂连仰望都无法企及的利润。看看 Midjourney， 全球 AI 图像生成领域的绝对霸主，2025年年营收5亿美金，全职员工只有130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年为公司创收将近350万美金。再看 Manus AI， 做通用 AI 智能体的初创公司，全球员工只有70人左右。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收购战里， Meta 据报出价超过20亿美金，意图将其收入囊中。扎克伯格花20亿买的不是这几十个工程师，他买下的是智能体驱动的终极组织模式。在资本眼里，人效、单员工创收才是唯一的真理。Meta 的人效已经从2022年谷底的130万美金暴涨到2025年底的255万美金，而他们还想要更多。但 Midjourney 和 Manus 只是今天这期内容的序章，扎克伯格真正的底牌比这还要疯狂一个数量级。那笔省下来的天量工资到底拿去干嘛了呢？这就是今天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那张底牌，270亿美元的算力大单。 Meta 跟欧洲云服务商 Nebius 签下的这笔合同，买的是英伟达最新一代的 Vera Rubin 架构算力集群。为了让你直观感受到这只算力怪兽有多恐怖，我们不用晦涩的 exaflops， 直接换算成人类大脑。科学界评估，一个人类大脑在极端专注的复杂逻辑推演时，算力极限约是1个 petaflop。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最优异成绩毕业的哈佛顶尖架构师的脑力。 Meta 这次买的单台 Vera Rubin 机架算力是8000个 petaflops， 一个机柜就等于8000个处于思考极限的哈佛毕业生。 Meta 第一期买了大概3000个这样的机架，集群总算力相当于2400万个永不疲倦、永远极限运转的哈佛顶尖架构师同时在线。再换个角度， Meta 全公司约7万人，这批算力平摊下来，相当于每一个在职员工背后同时有超过340个不眠不休的哈佛级 AI 在替他干活。这种暴力算力堆叠已经彻底打破了人类肉体速度决定的生产力边界。扎克伯格这么疯狂买算力，因为他急了。刚才提到的 Avocado 模型原本定于今年初发布，至今仍在苦苦挣扎。在内部测试里，他居然打不过 Google 的最新旗舰模型。扎克伯格在 LlamaCon 开发者大会上当着微软 CEO 纳德拉的面，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判断是，也许在未来的1年里，1半的开发工作将由 AI 而不是人类来完成，而且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攀升。顺便告诉你，当前最顶尖的 AI 编程智能体在标准测试里修复代码的成功率已经高达 76.8%， 但这个数字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冷酷的反转。 76.8% 听起来很恐怖，对吧？但当测试环境从干干净净的开源项目切换到包含大量未归档说明、充满技术债务的真实企业私有代码库时，所有顶级 AI 的成功率瞬间断崖式暴跌到 23%。
业内有个真实的案例，一家头部金融科技公司把顶级 AI 接入核心交易系统代码库， AI 盯着一段垃圾代码反复报错，建议删除，但资深工程师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段代码是7年前为了兼容某个国有大行的遗留接口专门留下的暗门，动一个字节，整个清算系统就会崩溃。 AI 完全看不到这层隐性的逻辑，因为这段历史从来没有写进任何的文档。 AI 读不懂空气，没有情商，无法在充满利益冲突的商业谈判桌上通过一句恰到好处的自嘲打破僵局。经验以及那些永远不会写进文档的隐性知识，恰恰是 AI 在短期内最难复制的东西。这说明一件事，这场清洗并非无差别的屠杀，刀是精准的。那么具体的刀到底挥向了哪些人呢？媒体一直告诉大家，别怕， AI 只取代底层客服，你掌握核心技能就能安全了。各位醒醒吧，来自全网最真实的招聘数据已经无情地戳破了这个神话。 AI 的这把铡刀正在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度切入那些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技术执行岗和中层白领圈层。首先阵亡的是庞大的中层管理体系。过去硅谷大厂里存在着海量的人类路由器，不写代码，每天的工作就是开敏捷会，拉对齐目标，催下属这个功能什么时候上线。随着 AI 自动化看板和智能体工作流的引入，这些纯靠信息流转来体现价值的岗位瞬间变成了极其臃肿的冗余。亚马逊裁掉的 1.6 万人里，绝大部分不是仓库蓝领，而是坐在西雅图总部吹空调的行政官僚和供应链中层。其次是应届毕业生的结构性死亡。 Signify 最新报告显示，科技行业的应届生招聘量比疫情前暴跌了 50%。 在顶级大厂里，应届生现在只占到新员工的7%。为什么呢？因为初级码农干的活，用现成框架搭建前端组件，写增删改查接口，恰恰是 GitHub、Copilot、Coso 这些 AI 编程助手最擅长的事，而且边际成本几乎为0。老板花重金雇一个带 AI 工具的高级架构师，他一个人就能顶过去一个老鸟带5个菜鸟的整个团队。那我凭什么还要花10几万美金年薪去培养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应届生呢？约翰多恩有一句流传千古的箴言，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为你而鸣。当你看到 Meta 这 1.6 万名拿着几十万美金年薪，头顶常春藤光环的硅谷精英都随时可能被系统瞬间优化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一条可以边吃瓜边看戏的科技八卦新闻。这场用算力替换人力的绞肉机才刚刚通上电，这场洗牌本质上是一次资产的重新定价。扎克伯格用3件事告诉了我们答案：把 1.6 万人的工资换成算力，用 SPV 把债务藏进表外。据报出价20亿美金收购70人的 Manus， 这3个动作拼在一起，他真正在下的不是一盘裁员的棋，而是一盘重新定义公司这个概念本身的棋。未来5年，企业的核心资产不再是人才密度，而是算力杠杆比。第一个把这个比值做到极致的公司，将获得一种过去只有国家才拥有的东西，对生产力本身的定价权。这才是这场游戏真正的赢家所握着的东西。而那些还在用传统眼光评估一家公司值多少钱，或者一份工作值多少钱的人，正在用19世纪的地图导航21世纪的战争。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在你看来，这场算力大献祭里，那张最被低估的底牌到底握在谁手里呢？这场游戏还没结束。
硅谷每隔几周就会有一张新的底牌被掀开，而大多数人看到的永远只是牌面，看不到出牌的手。如果你想继续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关注明夜3000里的频道，咱们下期再见。